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视频。本期带来孩之宝变形金刚 RED 系列超能勇士猩猩队长。RED 系列全称 Robot Enhanced Design， 也就是主打强化人形设计。在盒子底部也可以看到不可变形的标注。很多小伙伴觉得变金刚不可变形，那还有什么好玩的？那么让我们拿出其他3款可以变形的猩猩队长，通过对比不同系列的亮点，来一起体验一下这款 RED 系列的猩猩队长。相信看完本期视频，你会对猩猩队长系列玩具有着不同的发现。本次玩具配置很简单，取出本体后可以看到2把长刀，一对替换手型，是拳头略微打开的造型，默认拳头为紧闭状态。Optimus Maximize！ 人形身高与王国版猩猩队长一样，但是手感区别很大，因为身体采用实心塑胶的原因更重，材料韧性更好，但是硬度不高，所以有些地方会有偏软的感觉。身上的毛皮细节呈现非常棒，比起王国版纹理层次更加丰富，而且略微有油亮感。覆盖面也很大，而 MP 的版本是采用光滑表面加上涂装打印，细看确实毛茸茸的，这也是为了还原当年的动画。而回到最老的猩猩队长版本，老玩具的毛发刻画就真的非常棒了，在光线下看着很厚实，所以这款 RED 毛发表现是达到了老玩具的水平，比王国略胜一筹。MP 为了还原动画不做比较。再来是配件篇 ，MP 版本人形兽形头雕都有多个替换面罩，表情丰富，按下人形头部即可亮灯。我这个出版卷还一直有电。手臂有隐藏机关，按下下方零件即可推出臂炮，肩炮可以折叠，还附带了大砍刀，全金属涂装，可以说是完全还原出动画的玩法。而王国版本虽然售价便宜，但是臂炮机关也有，肩炮同样可以折叠，可惜双刀涂装略简单，而且不能2合1。RED 版本翻出臂炮后，可以看到导弹有涂装，背炮可以翻出。双刀尺寸与 MP 版本相同，配合小身板显得更霸气。最后是老玩具版本，可以说是机关超多。猩猩形态按动背后机关可以捶胸。人形态右手收纳了流星锤，臂炮变成多段弹射触发。人形态按下背后机关，双炮弹出，同样也可以发射子弹，可以说是4款中最好玩的一款。接下来是可动篇，王国版猩猩可动亮点主要是肩膀可以前后，手腕采用可动手设计，腰部只能旋转，中规中矩。MP 版本有不少齿轮关节，可动幅度都不错，可以说 MP 猩猩人形态是我玩过的手感最好的 MP 人形。到了老玩具这边，可动确实就不是强项了，联动机关还会对正常可动造成一定干涉，但在96年，玩具能使用球形关节作为跨步连接，比起更老的玩具，可动已经是大幅的提升了。RED 版本头部范围最为灵活，肩膀可以向前弯，手肘双段关节，手掌不可动，只能替换。胯部前后似乎是齿轮，左右幅度不错。膝盖双段关节，同时脚底板联动机关也存在。后脚跟单独可动关节，这次最大的亮点就是在腰部添加了前后摆动的幅度，这是 MP 版本都没有的设计。取下胸甲和背包，由于该玩具不需要考虑变形结构，所以腰腹和背部造型设计空间很足，可以做出明显的弯腰和抬胸动作。当它跟王国版猩猩队长站在一起，大家还是能感受到线条上这次的 RED 猩猩更加的舒服和谐。而与 MP 版本的老玩具就不太好比较了，见仁见智，毕竟一个是大世界，一个是26年前的玩具，几个东西诞生的时间差得太多。视频逐渐接近尾声，我们可以发现 RED 的猩猩队长最大亮点是人形造型线条漂亮，毛皮质感接近老玩具，可动很强，配件简单但是足够。考虑到它的价格与王国版猩猩差别不大，它以牺牲动物形态的方式换来了更好的人形和更高的可动，这里的取舍就看大家自己的选择了。而比起 MP 版和老玩具版，这款玩具其实也是给大家提供了更廉价、更完善的猩猩队长人形把玩方式。毕竟王国版猩猩人形态有少许遗憾，当然漂亮的盒子也是一个卖点。说完了优点，这款玩具还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首先就是胯部可动时关节设计比较简单，所以抬腿会有刮漆干涉的现象，这里大家注意保护就好。同时人形脚底板连接零件有点松，所以站立时有摇晃的可能。再者，由于材质原因，大家上手后第一时间，我建议特别是北方的朋友，可以先用热水泡一下玩具，或者用热吹风把玩具关节都稍微吹一下，每个部位间隔15厘米，吹10秒钟左右就好，这样把玩会更舒适。
本期视频制作的初衷就是想给犹豫不知道买哪一款新星队长的朋友一个参考，希望这期视频能给到大家答案。感谢各位的观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